只猫30天的时间竟然狂赚了几万块，主人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每天起早贪黑，最后还不如一只猫赚得多。某天清晨，主人在上班时，突然发现公司的门口多了几张现金。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同事不小心掉落了。但之后的时间里，公司门口每天都会莫名出现一堆钞票，并且数量越来越多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所有的钱居然都是这只小猫赚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生活在闹市区的弗兰克和几个朋友经营着一家公司，由于经常受到老鼠的骚扰，于是不久前男主便去救助站领养了一只流浪猫，并且为它取名多多。虽然当时小猫只有几个月大，但上岗之后不到1周就轻松解决了鼠患问题。凭借过人的本领，很快多多就成了大家的团宠。本以为抓老鼠是他的强项，但没想到多多命运的齿轮还没开始转动。直到主人在猫咪身边看到了钞票，刚开始他觉得是同事不小心掉落，或是哪个人搞的恶作剧。可自从那天以后，主人每天来公司都会看见门口多出一堆钞票，而且数量一直在增加。看着每天堆积的钞票，主人顿时陷入了沉思。难不成这些钱是凭空冒出来的吗？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主人特意在公司门口安装了监控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领养的小猫。通过监控，主人发现每次同事们下班后，多多都会来到公司的大门口，然后蹲坐在地毯上欣赏外面的风景。因为大门是透明的，所以路过的行人也都能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猫。不一会儿，多多看风景的模样就引来了路人的围观。为了吸引小猫的注意，一些路人便拿出钞票塞进门缝与多多互动。可没想到这只小猫竟然不爱套路出牌，路人手里的钞票一张又一张被小猫收入囊中。正常来说，一般人被小猫抢走了钱就不会再用钱去逗它了，但这些人偏偏反其道而行，大概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。在看到门缝中的钞票被小猫抢走后，他们不仅没有停下，而是继续拿出现金和它玩耍，甚至有人拿出手机进行拍照留念。当得知这里有一只会抢钱的小猫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拿着现金前来逗猫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人在逗猫还是猫在逗人。由于公司门口每天都会出现一堆钞票，主人无奈只好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请勿用现金逗猫，它会在无意间将你的钱偷走。原本主人是想通过告示阻止大家用钱逗猫的行为，可万万没想到路人看见警示后变得更加好奇，大家都想瞧瞧这只小猫是如何将钱偷走的。自从贴了告示后，来逗猫的人数不减反增，而公司门口收到的现金甚至比之前翻了6倍。巅峰时，小猫每天都能赚到800美元以上。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现金，主人也是彻底懵了。他数了数近些日子收到的现金，结果发现自己和朋友辛苦经营的公司还不如一只猫赚得多。最后主人表示他不会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，因为所有的钱都是小猫赚的，所以他会拿出一部分钱给多多发工资，用于购买玩具和猫粮，提升生活品质，其余的资金将会无偿捐给动物收容所。他希望这笔钱可以帮助更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动物。话说，你希望拥有这样一只招财猫吗？猫咪居然成了一群小鸡的妈妈，而小鸡真正的妈妈也是懵了，自己孵化的孩子怎么能认猫做母？鸡爸爸更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心想着这家伙该不会把孩子们吃掉吧？猫咪名为小五，现在小鸡们已经完全把它当成了妈妈，可为什么小鸡们会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？原来几天前，鸡妈妈孵化了一窝鸡蛋，本来一切都按照正常发展，但在小鸡即将出生的那段时间，母鸡总是和公鸡跑出去过2人世界，于是主人只好将鸡蛋转移到了猫窝里，让猫咪试着帮忙孵蛋。结果没多久，小鸡们就纷纷破壳而出。由于小鸡们第一眼看到的是猫咪，所以他们便将小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然而令主人没想到的是，自从孵化出这些小鸡后，平时贪玩的小五便整天守在猫窝里，仿佛真把自己当成了小鸡的妈妈。这下可把母鸡急坏了，明明孩子就是亲生的，怎么就是认不出自己呢？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于是两夫妻将家搬到了猫窝附近，不管吃住都日夜守在这里。好不容易有了孩子的鸡爸爸气得脸都红了，主人上前打算安抚一下他的情绪，哪知鸡爸爸根本不领情。鸡妈妈也是对主人充满了抱怨，毕竟造成现在的局面，主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俩夫妻就这样一直守在猫窝旁，而小五也丝毫不肯退让半步，他紧紧将孩子们搂在怀里，生怕被对方抢走了。在此期间，母鸡多次出面与小五交涉，但小五却完全视而不见，甚至公鸡上前说情，他也不肯挪动半步。此时的小五已经母爱泛滥，就连主人出面他都表示拒绝。现在小五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小鸡的身上，看样子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。数次讨要无果后，俩夫妻合计着要不再孵一窝算了，反正一天一个蛋嘛。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2周后孵化的第2窝小鸡又被抢走了。原来家里的另一只绝育的猫早就盯上了他们。看见这一幕的鸡妈妈瞬间产生了去高压锅的想法。好家伙，感情我辛苦下这么多蛋，到头来都是给你们服务的是吧？2只猫咪各自搂着一窝小鸡，一边帮孩子们清理着卫生，一边唠着彼此的育儿心得。眼前温馨的一幕幸福而又美好，鸡妈妈甚至都不敢再多看一眼，因为多看一眼她便会爆炸。看猫咪带娃的样子很是专业，为了防止孩子们被压到，
它还会将腿抬起来，而孩子们也会在猫咪温暖的怀中安然入睡。原来母爱真的是不分种族。见此情况的主人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但他还是决定把小鸡交给猫咪们照顾，因为它们之间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。自从母鸡失去孩子后，它再也不下蛋了，而是整天跑到猫窝面前转悠。可小鸡们依旧把猫咪当成妈妈。忍无可忍的母鸡最终踏进猫窝，它决定要和猫咪共同抚养孩子。面对陌生的来客，小鸡们则是好奇地观察着，可就是没有一个孩子肯认它。所有的小鸡都跑到了猫妈妈怀里，似乎它的存在就是多余的。让我们打出母鸡加油来安慰它一下。经过鸡妈妈不懈的努力后，它总算成功夺回了2只小鸡。大家觉得最终小鸡能否回到母鸡的怀抱呢？这是发生在动物界暖心的一幕。一只红毛猩猩正在给小老虎喂奶，它紧紧将虎宝宝搂在怀里，似乎将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原来这只母猩猩贝娜是4只虎宝宝的养母，几只小老虎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，自此贝娜就担负了虎妈的责任。她对几个孩子视如己出，不管虎崽们多么调皮，身为母亲的她却始终温柔相待。孩子们对她也十分依赖，总是喜欢时刻围绕在贝娜的身边。据饲养员说，小老虎都是喝着她的母乳长大的。可随着虎宝宝们慢慢健壮起来，现在贝娜的奶水根本无法哺育4个孩子，于是饲养员就将冲泡好的奶粉交给贝娜，再由她喂给小老虎们。细心的贝娜每次都会自己先试试奶水的温度，然后才放心的将奶嘴送到虎崽们口中。她一只手护住小老虎的背部，另一只手将奶瓶稳稳地拿在手里，这专业又娴熟的动作堪称一位模范的母亲。白天多数的时间里，贝娜会陪孩子们一起欢快地玩耍，她还会学着人类的样子将小老虎高高举过头顶。虽然不同的物种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，但却丝毫不影响它们之间和谐的相处。原来贝娜因为身体原因，已经年过20的她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工作人员见贝娜整天郁郁寡欢，于是便尝试将一只小老虎放到她的面前。饲养员说，第一次见到虎崽的贝娜就将它抱在了怀里，没想到在他们之间会上演绎一段跨越种族的母爱。随着越来越多失去母亲的小虎崽被她收养，贝娜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她会观察孩子们的一举一动，当看见小老虎做出翻越围栏的危险动作时，贝娜会在第一时间上前阻止。虽然每天被4个小家伙折腾得精疲力竭，但她的脸上却洋溢着满满的幸福。很多人都说这只红毛猩猩是母爱泛滥，但我想它应该真的很渴望做一名母亲吧。相信在猩猩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几只小老虎很快就能独立起来。母爱伟大，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公交车迎来一位特殊的乘客，只见他熟练地跳上了车。恭喜老板发大财，免费乘个公交行不行？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这辆537路公交车的常客。每天8点，它会准时在车站等公交。附近的大爷们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小五在站点等车。可猫咪要坐车到哪去呢？原来它是在等一个人。看见小五的司机大叔很是高兴，立马安排一套全身按摩表示欢迎，还将他请到了座位上体验一番。大叔告诉我们，别看小五是只流浪猫，它可聪明着呢。不是我开的公交，小五绝不会上车。作为答谢，猫咪带大叔参观了自己的住所。此时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他只有3条腿。几个月前，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右腿。热心的司机大叔帮猫咪做了简单的处理，并且还经常拿来一些食物和水。为了报答大叔，小五便把家搬到了这个站点附近，只为了每天能和大叔见上一面。而大叔也被猫咪的行为所感动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探望他。每次大叔离开时，小五都会立刻追上去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仿佛在和大叔道别。看见公交缓缓启动后，小五马上跟在后面，可受伤的腿部让他无法走远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满是心酸，虽然失去了右腿，但猫咪的生活依旧充满欢乐。他最喜欢大叔送给他的逗猫棒，因为这是小五喵生中的第一份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到了众多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。猫咪总是注视着过往的公交车，寻找着大叔的身影。突然，小五起身朝着公交车跑去，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并不是大叔的车。小五转身就走了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一直等到天黑，一直到深夜，小五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。此时，一辆公交缓缓停下，小五飞快地冲了过去。他终于等到了大叔来看自己。上了车的猫咪一脸委屈，似乎在说这么晚才过来呢。大叔随即为他拿来了美味的肉罐头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猫咪好奇地四处观望，大叔还陪他玩起了游戏，一人一猫尽情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快乐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眼看猫咪赖着不走，趁他不注意，大叔快速地关上了门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五立刻就追了上来，不断示意大叔给自己开门。大叔挥手与小五道了声晚安，便驱车离开了。小五失落地走回了家中，虽然拥有好心人的照
照顾。但流浪街边的生活并不如意，附近经常会有流浪猫过来抢夺食物。由于腿部残疾，每天深夜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在角落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五突然消失在了熟悉的位置，大家找了半天也不见猫咪的踪影。得知此事的大叔急忙赶来，几声呼唤后，小五用力地朝着大叔的方向奔来。这是两份相互思念的双向奔赴。见到大叔的小五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望着如此懂事的猫咪，大叔决定给小五一个温暖的家，因为它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说，由于猫咪的腿部没有经过妥善处理，导致它的后半身出现感染和变形，因此需要进行手术恢复。1周后，小五顺利完成了手术，流落人间的天使终于找到了家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这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橘猫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，随后就找到自己位置坐了下来。猫咪名为小五，它可是这所大学的学霸，每天都会准时准点来教室里上课，迄今为止已经进修4年了。作为学长，小五拥有自己专属的座位。只见他一脸认真地看着黑板，可听着听着，不争气的眼睛就眯了起来。反正又不用考试，索性就美美睡上一觉。到了下课时间，老师还会耐心地提醒他。刚睡醒的猫咪打了个哈欠，突然想起自己还有节计算机课。随后，小五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教室。听到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各种编码，猫咪表示很是头疼。虽然小五有些偏科，但老师却说他从不逃课，并且还对猫咪的学习态度竖起了大拇指。听到表扬的小五害羞地把头转了过去。上午的课程结束后，他来到了电梯前。由于是学长，同学们每次都会进行礼让。进入电梯后，小五眼神一瞄，自然就会有同学帮他按下楼层。走出电梯的猫咪来到饮水区，几声喵叫后，马上就会有学妹过来喂水。喝完水后，小五来到饭堂，随便喵叫了一声，很快就有小姐姐为他准备午餐。因为学习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所以猫咪每餐都要吃上2大碗，偶尔课间也会吃点小零食。午饭之后，猫咪又开始继续上课，但转了一圈，发现好像自己走错了课堂。下午应该是音乐课才对啊！转了半小时的猫咪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音乐室。由于这次迟到时间太久，小五很快就被班长请了出去。郁闷之极的小五打算出去散散心，毕竟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学到知识。可猫咪为什么会出现在校园里呢？据知情人讲述，小五的主人以前也是这里的学生，每天都会带上小五一起上课，但毕业之后却没有将它一起带走。至此，猫咪就留在了校园里。它还是会每天习惯性的去那些熟悉的教室里上课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猫咪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学长。虽然失去了主人，但猫咪却成了同学们的团宠，大家还特意为它布置了宿舍。小五看见新家后非常满意，毕竟自己不用再到处睡地板了。据说经过4年的进修，猫咪已经能简单和同学进行沟通了。你相信这是真的吗？